给我把枪放下！该把枪放下的是你吧？蓝冰本是缉毒刑警队长，在上一世的一次缉毒行动中遭对方卧底暗算，壮烈牺牲，如今竟重生到了宁海市的一名交警身上。本想着低调的生活，不料今生的身份竟然这么不简单。下班啦，蓝冰。真羡慕你啊，又可以回家陪漂亮老婆了。看着这些陌生的面孔，蓝冰只能抢笑着回应：啊，是啊，回家。回哪个家呀？我都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。不过我居然有个老婆，听同事那酸酸的口气，似乎我老婆还很漂亮。嘿嘿嘿。我要是你，有个那么漂亮的老婆，下班绝对准时回家，1秒钟都不会浪费的。对了，蓝冰，你马上就要转正了，以后记得提拔一下我们几个啊。什么转正？还搁这儿扮猪吃老虎是吧？你老丈人可是咱们市委的书记。嫂子还是刑警支队的领导呢，你去分局随便当个小队长什么的，岂不是轻轻松松？老婆是刑警支队的领导，老丈人竟然是市委书记。哇哦，这样的开局我简直不要太少了。很快，同事们都下班了，蓝冰一个人在单位了解自己的工作内容和人际关系，关键他也不知道去了哪都不认识。突然，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停在了单位门口，下来一个女人，她穿得比较清凉，纤细的柳腰性感绝伦，修长的美腿白皙无比，长相更是清纯绝艳。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这就是我老婆？早上被我爸说2句，今晚就不回家吃饭是吧？妈呀，果真是我老婆，赚了，这把赚大了。老婆，回家吧。很快，车子停在了一高档小区，女人下车后递给蓝冰一部手机，以后电话联系，我不想像今天这样来接你。这个年代用手机的还不多吧？谢谢老婆。回到家里，一开门，蓝冰就察觉到一股凝重的气息。蓝冰，你过来一下。好的爸。林轩开车请你回家这种事，我不希望还有下次。蓝冰这才知道自己老婆叫林轩。好的爸，不会有下次了，您放心吧。书看得怎么样？什么书？你考公的书。你以为我是你老丈人，你就可以随便进来当公务员？我告诉你，笔试这关你必须给我过。原来这老丈人还真的打算给自己从一名交通协管员变成真正的交警。哦，在看的。来考你。我这几天有点忙，没看多少。没看多少和完全没看是两个概念，少废话。在质量1吨以上小型货运汽车货物后端不准超出车辆多少米。大哥，你倒是问我一些刑警方面的知识啊，我又不是交警，我知道个屁呀。这是这本书第1页的第1题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爸，我明天就看。不用看了，烂泥扶不上墙的玩意儿。蓝冰，这书是我爸特意给你弄来的，都给你快半个月了，你什么意思？蓝冰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问你话呢，哑巴了。蓝冰是个出了名的倔驴，对待罪犯那是毫不客气的。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我一回来你们就搁这审问犯人一样审我，我入赘进来是给你们当女婿的，不是当狗的。要看我不顺眼，明天就去民政局离婚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怔住了。这市委书记刚招的一个上门女婿进来，马上就离婚，这传出去，他面子还要不要了？蓝冰，反了你了！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你在这吼什么？我逼着你给我了吗？离婚，必须离婚！你真的是气死我了！爸，你是不是单位上遇到了什么事情？你发这么大火做什么？是这小子太不争气，我当初怎么看上他了？蓝冰，去洗澡睡觉去。林轩也洗了个澡，穿着一条连衣裙走了进来。林轩竟然从床底下搬出一张折叠床，随后将其打开，放了一个枕头在上面，就这样盖着被子睡在了旁边。结婚之后分床睡，看来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吃早餐的时候，一家人也没什么交流。爸妈，林轩，我都想好了，从现在开始我搬出去住，明年这个时候我回来和林轩离婚。你入赘我们林家，给你买车，给你安排工作，你还不知足是吧？他要离就等他离。好，谢谢爸妈的理解，那我走了。蓝冰带了500块钱，偷偷租了个房子住，免得别人说闲话。结了婚还住宿舍什么的。很快3个月过去了，蓝冰天天看书，感觉自己眼睛出问题了，医生又说没有任何问题，于是他请假1天，在家里休息。第2天一早，让蓝冰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家里的一只苍蝇就仿佛放慢了速度一样，蓝冰甚至能够用筷子夹住苍蝇。难不成自己觉醒了异能？他发现自己眼睛不仅可以捕捉极快的速度，还能够做到过目不忘，任何他看过1遍的东西就能记住。这要重新回去参加个高考，不得分分钟考个状元。蓝冰报考的单位是宁海市刑警支队技术大队，不用想，蓝冰被录取了。老林啊，你这家伙的眼光是真的毒辣。从何说起？你家女婿蓝冰以综合成绩几乎满分考进了我们支队刑侦科，这么多年以来，这是头一例。你说蓝冰考进了你们刑警支队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是知道，但是没想到他能过。得了吧，你自己女婿什么水平你自己不清楚，要没2把刷子怎能入你的法眼？不是你面的他？对啊，我以为他走了什么关系，所以昨天早上我亲自面试，一共6个备考人员，就只有蓝冰对我的问题对答如流，而且找不到任何毛病。说实话，我在刑警队这么多年，我没有遇到过这种天才。下午，林正山回到家，今天周末，林轩和他妈妈于爱莲都在家里。林正山脸上罕见的出现笑容。孩子他妈，
吩咐厨房今晚搞几个好菜，另外把我战友送我的那瓶茅台拿出来。咋了？这是有什么喜事？蓝冰以第1名的成绩被宁海刑警支队录取了。林轩啊，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，晚上给他庆功。蓝冰考上刑警了，你们政委今天和我说的，我也是才知道。他不是考交警吗？怎么来刑警队了？他肯定是想和你一个单位，赶紧的给他打电话。好。身为缉毒特战队长的你，却被兄弟出卖，壮烈牺牲，如今重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，并意外获得一双异能天眼，会延续你的荣耀吗？老丈人得知蓝冰被刑侦录取了，高兴的让女儿打电话通知晚上给蓝冰庆功。电话打不通，应该是换号码了。估计他还在赌气呢。这都过去半年了，什么气能赌那么久？我觉得蓝冰是不会回来了。不可能，不然为什么放着更容易的交警不去考，偏偏要来刑警队？要知道支队每年才招1-2个人，他是想和你一起工作。林轩并没有说什么。大家欢迎了新入职的同志蓝冰。就这样，蓝冰也正式成为宁海市刑警支队刑侦科的一名警察。突然，一位民警冲了进来。杨队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宁冈区贺龙山公园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。贺龙山刑警大队没出警吗？发现尸体的人是咱们省书记的太太，现在市委要求15天内必须破案。15天，所有人员带好装备出警。杨队长带队火速出警。别紧张，很快就习惯了。干咱们这行的，经常和尸体打交道，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。好。案发地点贺龙山公园后山，排水渠下面躺着一具浑身赤裸的无头女尸。很快，蓝冰打量着尸体，凭借他那双敏锐的眼睛，立马判断出了很多信息。现在的气温为3至6度，根据尸体腐败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10至12天前。被害者颈部切口粗糙，并非锋利刀具等器物所致。被害者身上有明显的擦痕，所以这里应该不是第一现场。被害者大概率是被拖行过来的。右前方地面有残留血痕，血痕所指方向是公园南侧树林，而拖行一个成年人体力损耗严重，作案地点不会太远。小伙子，你是法医吗？我是宁海市刑警支队新入职的刑警。你说前方小树林才是第一现场？没错，尸体是被拖过来的。小杨，你带几个人去那边树林勘察一下。是。我们在前方树林发现了带血的衣物和大量血迹，经确认，那里就是第一现场。小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蓝冰，他是我们市委书记的女婿。这样，那如果这件案子交给你负责，你最快多久能破案？10天。这小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蓝冰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说，你有几成把握呀？8成。说说原因。案发现场和抛尸现场距离不过300米，证明凶手大概率是临时犯案，而且被害人颈部的切痕也不是利器所为，很像是石头或者是别的不锋利器具。也就是说，这并不是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。只要能想办法确认被害人身份，我甚至能在3天内破案。杨队直接愣在当场，黄桂珍也是有些震惊地看着蓝冰。说实话，他今天挺晦气的，要不是眼前这个警员说他10天内能破案，他都想直接打电话去骂人了。你是这案子的负责人吗？是的。案子交给你，几天能破案？这个不好说。行了，你没把握，那就把案子交给有把握的人来。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一大早的来你们宁海市就遇到这种晦气事。既然你说你10天内能破案，那么我现在给你们支队长打电话，我让他把案子交给你负责。黄桂珍直接给蓝冰的领导打了个电话过去。黄队长，老姐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保证全力侦破此案。说话的人是支队长老黄，是黄桂珍的亲弟弟。你们技术大队有个警员叫蓝冰，他的刑侦能力非常强，任命他当组长，不然你这案子半年都未必能破。老姐，这种事情怎么能乱来？蓝冰他才刚入职，我看人很准的，这个蓝冰和其他同志不一样。行，那我马上开会成立专案组，任命蓝冰为组长。要是他办案能力不行，我立马换人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林正山任宁海市市委书记6年，凶杀案一起接着一起，而且几乎就没有成功破案的，都成了悬案挂在卷宗室。现在倒好，省委书记的老婆来宁海市采购东西，居然还遇到了这种事。书记，出事了！又出什么事了？省委夫人要求把本案交由一名刚入职的同志负责，他还立了军令状，表示10天内保证破案。新同志，和你女婿一个名字，蓝冰。胡闹！他以为他是什么名侦探还是福尔摩斯，还10天破案，疯了吧？但省委夫人很看好他哦，还亲自给刑警支队长打了电话。您也知道，支队长是他弟弟。马上把林轩叫回来，让他去盯着蓝冰，这不胡来吗？是。无奈之下，杨健立马召集队伍，针对2.13排水渠无头女尸案，任命蓝冰为组长。特刑警大队、派出所、办案民警一律听蓝冰指挥。我除了拥有专业的刑侦知识外，还有一项任何人都不具备的异能，我这双天眼能看破一切。嘿嘿，抛开这些思绪，蓝冰专心将思绪放到破案中来。没多久，林轩来了。指挥中心让我来辅助你办案，你现在需要些什么？尽管开口。林队啊，你让支队派警犬队过来，协助寻找被害人头颅。
这是重中之重。好，我立马安排。被害人尸体已经被抬了出来，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初步尸检，办案民警也在现场拍照记录。被害人身高在155左右，体重90斤上下，肚子上有妊娠纹，初步判断已婚，生过孩子，手指上戴的金戒指还在，所以凶手的杀人动机不是财杀。另外，被害人双手比较细腻，不像是从事劳力活动的人群，再加上这克数不低的金戒指来看，被害人的家境应该很不错。如果不是谋财，那凶手的杀人动机就有可能是情杀、仇杀。结合被害人情况来看，奸杀的动机很大。当务之急是找到被害者头颅。蓝队，你认为被害人头颅会在哪里？跟我去第一现场看看再说。头颅大概率在那附近。林轩颇感诧异，这和半年前的蓝冰有着天壤之别，难不成他真的可以10天内破案？千禧牌的内衣，几百块一件的内衣，普通收入人群一般不会买。可以说，这个被害人很有钱。这时候，2名办案民警回来了。林队，我们把这周边都找遍了，没有发现被害人头颅。没事，一会儿让警犬队帮忙。不用了，我大概知道头颅在哪里了。你发现线索了？这棵树上有攀爬过的痕迹，树底下的鸟粪还特别多，大概率被害人的头颅被挂在了树上。大家立马抬头看去，突然一阵风吹来，一片茂密的树叶被吹开，一张煞白恐怖的人脸。身为缉毒特战队长的你，却被兄弟出卖，壮烈牺牲，如今重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，并意外获得一双异能天眼，会延续你的荣耀吗？凶手身上连凶器都没有，又怎么会去准备安全膜？很快，林轩安排人员上树，将被害人的头颅取了下来。幸好因为气温较低，所以并没有看到有蛆虫。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至于这么残忍吗？还把头挂在树上？就看蓝队能不能尽快破案了。从被害人头颅上面，你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？蓝冰的推理异于常人，再加上他那双拥有异能的双眼，他一下就能看出来。被害人头颅上有几处创伤，头骨严重碎裂，被害人大概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。根据伤痕的状态来看，凶器不像是铁锤、榔头等器物，反倒是像石头、砖头。蓝冰完全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缜密的推理，冷静的分析，像极了一名经验老道的刑侦专家。蓝冰，接下来还需要什么？警犬队是不是可以不用来了？对，既然被害人的头颅找到了，就可以不用警犬来帮忙了。张秘书又火急火燎地赶到林正山办公室。有个好消息哦，专案组找到被害人的头颅了。这么快？被害人头颅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居然在一棵树上被发现的。我这个女婿可以啊，他是怎么想到的呢？好像是他发现了一棵树有攀爬痕迹，还在树底下发现了很多鸟粪。这种微小细节他也能发现，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些本事的。案发现场，案子侦破还在继续。被害人五官特征已经完全扭曲腐烂，没有任何的辨认价值。想要确认被害人身份，估计有点麻烦。被害人家境优渥，失踪10天以上，家人肯定早已报警。我们可以调取一下最近的失踪人口报警记录。我认为被害人失踪到现在，他的家人还没有找过他，就证明根本没人报警，否则以他的家境条件，早就立案全程寻人了，不至于死亡10多天才被发现。蓝队，你的意思是被害人身边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？大概率早已离婚，处于独居状态。被害人手指上的戒指是20年前的款，只有港澳那边才有，由此证明该女人年龄应该超过了40岁。不是，叶队，你连那戒指是20年前款都知道？无意中翻过一本金店的书，里面出现过这个戒指而已。怪不得杨队让你来当专案组队长，你这过目不忘的本事是我梦寐以求的技能啊！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复原被害人生前样貌。咱们支队有没有绘画方面的天才？现在这头颅结构还算完整，还可以进行绘画复原。我们的小雨同志就是这方面的天才。太好了，那就辛苦你了，叶小雨。放心，交给我就行。叶小雨立马从包包里取出画本和画笔，现场对着被害人头颅就开始进行绘画复原。没想到警队还有这种天才。对了，小凡，能给我看看你本上记录的都是什么吗？都是破案的一些随行记录。给这个张小凡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下了这么多东西，并且还将整件案子梳理得非常清晰，包括自己说的每一句话，找到的每一个证据。蓝队，我根据你的推理梳理了一下整个凶杀经过，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纰漏？好，你说。根据你的推理，被害人大概是10天前的晚上，被人使用砖头或者石头重击头部而死，死后被凶手割下头颅，将其头颅挂在树上，剩下的躯体则是拖到了300米外抛尸排水渠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凶手使用路边石头或者砖块当凶器的行为来看，凶手和被害人应该事前不认识，大概率不是情杀，也不是仇杀，那犯罪动机很可能就是奸杀了。一会儿等小雨画好后，就把尸体和头颅送回去支队法医科，看看被害人生前是否遭到过不良行为。可我总有一种预感，这起案子和平常遇到的不一样，但却总说不出原因在哪里。蓝冰，你还发现别的什么线索没有？
一个成年女性头颅大概8至10斤，带着这样的重物能轻松爬到那么高的树上，证明凶手是一名特别善于攀爬的专业人士。这其中包括伐木工、电工、护林员，还有就是特殊的一种职业——采蜜人。纯野生蜂蜜非常值钱，所以在宁海市就有不少采蜜人。好，那我马上安排人员对着周边进行排查。先别急啊，等尸检报告出来再说。如果被害人没有遭遇不良行为，那我们的调查方向又会大不相同。我明白了。很快，叶小雨画的头颅画像就画好了。被害人生前长相和这素描画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。警队有叶小雨这样的天才，太难得了。领导对这起案子十分重视，要求我们尽快破案。10天，你有没有把握？有，我要一直等到今晚10点过后。我也是这案子的负责人，我们应该一起调查。那好吧。支队传来通知，被害人尸检报告，死亡时间大概是11天前。被害人体内并没有提取到男性水分，会不会是凶手带了安全膜之类的？根据我的推测，大概率不可能。凶手身上连凶器都没有，又怎么会去准备安全膜？既然如此，那杀人动机究竟会是什么？根据我的推测，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凶手是个不正常人类，有着暴力倾向人格，或者说本身就精神不正常；第二，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争执，临时起意。比如呢？比如说，被害人和凶手发生口角，凶手一气之下捡起路边石头将被害人砸死。你这么一说，还挺合理的。被害人的年龄和身材都不是能够勾起男人欲望的类型，奸杀的可能性确实不高。所以想要破案，还得晚上亲自勘察一遍。身为缉毒特战队长的你，却被兄弟出卖，壮烈牺牲，如今重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，并意外获得一双异能天眼，会延续你的荣耀吗？一个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女人来买补肾药，目的是什么？当然是给自己老公补身体。但就目前情况来看，她应该是没有老公的，那就是情人或者是包养的男人了。晚上，蓝冰为了搜集线索，依旧站在公交车站牌旁观察。由于夜间气温骤降，林轩冷得一直在搓手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跟我来。蓝冰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干，你着什么急？自己绊倒了，还说我？哼，讨厌，都怪你。行了，找线索要紧，起来吧你。蓝冰开始模拟整个犯案的过程，周围的花草树木，一切环境就是这起凶杀案的见证者。突然，蓝冰停了下来。你发现什么了吗？你说，如果被害人脑袋猛烈撞击这个广告牌，会不会留下痕迹？你是说，你看这广告牌表面有一些很明显的划痕，应当是被害人疯狂挣扎，指甲划到的。而最明显的是这边，可以明显看到几滴血渍。你的观察真仔细，大白天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。蓝冰，你太棒了。被害人额头上的巨大伤痕，应该就是在这广告牌上撞击所造成的。至于后头骨的伤，应该是石头砸击，那才是致命伤。被害人遇害的第2现场，周围就有很多乱石，并且上面也都有血迹。所以，凶手将被害人拖到树林进行的分割，凶手也一定会浑身是血，而这周围并没有一个能洗脸洗手的地方，只要遇到路人都会被发现不对劲，这是破案的关键。蓝冰又带着林轩来到抛尸的地点，那个排水渠的位置。一路走来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怎么说？你没发现这大晚上的完全不需要使用电筒吗？这路灯足够亮。我记得市里并没有安装这种大路灯吧？应该是对面的肉菜批发市场安装的。我觉得再过一会儿，他们就该卸货工作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很多大货车就来了。他们开始忙碌着卸货、搬货。从公交车站那里开始，就陆陆续续停满了货车。很多搬运工推着斗车经过这条路。这就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原因。凶手根本不可能在这么多人眼皮下行凶，唯一人少的时候就是下午6点过后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。而10点前，公交车站都很多人，也就是10点到11点。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，这周围一天24小时几乎都有不少人。你还记不记得20天前下过一场大雪，全城实行了3天的停工？可尸检报告说被害人死亡时间在10天左右，这相差太远了。尸检报告不一定完全准确。我现在突然想起来，被害人身上为什么会出现那种疮疤？那是冻伤。你的意思是，被害人实际死亡时间是在20天前？没错，20天前全城停工是完全有可能不存在目击者的。如此一来，这一切的异常就都能解释得通了。究竟是什么人会在全城停工、外面大雪情况下出来呢？并且此人善于攀爬，有暴力倾向，精神应该不是很正常。一般来说，冲动时候情绪失控，喝酒或者是吸食面粉。对，凶手很有可能喝了酒。并且这个凶手乍一看好像挺聪明，烧衣服，把头挂树上，分开驱赶，不如直接挖个坑埋。现在凶手大概情况我们分析差不多了，下一步就是确认被害人身份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等明天我们再来吧？我先开车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今晚住单位。好，那我送你到单位。来到干部宿舍楼下，今天辛苦你了，领导让你跟我办案到这么晚。蓝冰现在如此的陌生，都是父母的排挤，自己的冷漠造就了他，婚后连手都没让他牵过。哎，我又怎么能指望他把自己当妻子？不辛苦，这是身为一名警务人员的职责。倒是你多穿点，别着凉了，这案子指望你呢。
放心的领导，10天之内我一定破案。两人分开后，蓝冰回去交车，并且写下了今天的办案记录。大队值班领导经过办公室，见到蓝冰仍旧还在伏案工作，他微微点了点头。一名警戒之星正在悄然升起。第二天一早，蓝冰便来到大队，大量的寻尸启事发出去后，依旧没人来认领尸体。到目前为止，根本不知道死者叫什么名，哪里人。我查了一下，上个月大雪停工那几天，案发地点只有6路和45路公交车在运行。小凡去公交公司走访调查一下，问问那些司机当时有什么异常。收到。另外，其他人继续走访调查，问问周边居民有没有一个爱喝酒、爱打架，并且善于爬树的男人。是，我再去法医科看一下。林队，你跟我一起来吧。好。在证物架上那堆烧焦后的土和一些树叶，蓝冰走过去仔细瞧了瞧，突然发现有奇怪的味道，类似于中药味。怎么了？这叶子有什么问题？这树叶和案发周围所有草本植物的叶子都不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树叶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？不，这应该是被害人的随身物品，否则不可能被凶手一起焚烧。依我推测，这应该是一种中药材，而在案发地点周围就有一个很大的药材市场。也就是说，被害人当天前往药材市场买中药，回来等车的时候才遇害的。走，我们去案发周围的药材市场调查一下。很快，蓝冰开着警车和林轩两人来到了事发地点附近的大型药材批发市场。请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药材吗？这是淫阳货，我们这里不卖这个。那这个市场哪里可以买到这个？这是一种补肾中药材，我们这里只有3家可以卖，就在左边，一直往下面走100米左右，你看到金马药材行几个字招牌就是了，连续挨着的3家都是卖这种中药的。好的，谢谢。你这年纪轻轻的就吃这种药啊？那个啊，对啊，他需要补一补。哎呦，不管用就换人吧。这俩货真是没谁了，算了，破案要紧。行了，我们在调查无头女尸案，有线索记得告诉我，有奖励的。啊，好的。离开了这第一家药材店，蓝冰和林轩前往老板口中的金马药材铺。老板，上个月大雪停工那几天，有没有一个女人来你这里买过淫阳货之类的药材？好像是停工的第2天，有个女人来买药，要那种特别补肾的，还说多少钱都行。我当时还和几个伙计开玩笑，说是不是她老公不行？你们这帮卖药的就这么喜欢开玩笑吗？那她买完了药，往哪边走了？往公园那边去了。你们这里有监控吗？有监控，因为经常有人偷东西，我们这些药材也很贵，随便被偷一点都很值钱。我能看下监控吗？别这么说，配合办案是我们的义务，你跟我来吧。蓝冰说过，破案很需要运气，很不巧，监控刚好被系统自动删除了。蓝冰带着林轩来到公交车站，看着站台上面的信息，蓝冰继续开始了他的推理。案发当日，只有6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是大学城。大学城和这案子有什么关联吗？一个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女人来买补肾药，目的是什么？当然是给自己老公补身体。但就目前情况来看，她应该是没有老公的。那就是情人或者是包养的男人了。没错，后者可能性最大。我有理由猜测，被害人在包养男大学生。所以你认为他过来买补肾补气的中药是给他包养的男大学生用的？很有这样的可能。那我们现在去大学城走访一下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于是两人掉头前往大学城方向。身为缉毒特战队长的你，却被兄弟出卖，壮烈牺牲，如今重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，并意外获得一双异能天眼，会延续你的荣耀吗？这个女人和那个叫周泽强的男生有过100多次的开房记录，她还和其他20几个不同姓名的大学生有过记录。林队，如果你是一个富婆，想来大学城找小白脸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在大学城这边开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，以此更多的接触他们。没错，还有很多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会去兼职打工，尤其是值夜班。这时候，这些想找小白脸的女人可以经常去便利店买东西，从而和那些大学生套近乎。所以说，我们首先走访便利店。没错。于是两人从中午挨个便利店去调查，直到晚上7点半，仍旧没有任何线索。两人来到了宁海市石油大学门口的便利店。林队，你去问问她。因为林轩长得很漂亮，男生见到她都会愿意和她多说一些话。欢迎光临，想买什么随便看看。男生很有礼貌，但目光却是落在林轩身上，不停地打量。同学你好，我想和你打听一下，你们学校附近有没有经常出现一个女人，45岁往上的样子，打扮得很有钱，并且有包养男大学生的情况？有啊，有个女人经常来我的店里，还多次问我要不要和她出去吃饭。这个女人的样貌特征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当然记得，她在我们学校都出了名了，我认识的好多同学都被她包养过。她身高估计1.55米左右，不算胖，头发是那种烫过的卷发，脸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的痤疮，鼻子很大，说话也很大声。那这个女人有多久没有出现过了？好像快1个月没见过了。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？20号那天晚上吧，她过来我这里买那个安全膜，还问我哪种安全膜最舒服。那她当时身边有什么人跟着她吗？当时倒是没人跟着她，但她是从那个竹宜宾馆下来的，和她一起去宾馆的是我一个同学。当时我们都在开玩笑，说第2天的买猪腰子补了。你们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周泽强，是动力工程系大2的学生。好的，谢谢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学校的校花也不及这位女警司10分之1美啊。嘿嘿。林轩离开便利店，和蓝冰说明了情况。
看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被害人了。这多亏了你，你是我见过破案能力最专业的人。当初让你当交通协管员，真的是浪费了你的才华。别这么说，身为一名刑警，我要尽最大努力破案。我们先去卓一宾馆查一下开房记录吧。这年代正是国家人才稀缺的时候，对于大学生的保护还是很注重的，所以身份登记是必要环节。在调查了开房记录后，蓝冰锁定了一个叫刘桂红的女人。这个女人和那个叫周泽强的男生有过100多次的开房记录，她还和其他20几个不同姓名的大学生有过记录，但从上个月20号之后就没有一次的开房记录了。这太过分了吧？不过这大概率就是咱们要找的被害人了。蓝冰立马拿出警务通，输入女人的身份证号码。刘桂红，48岁，南云人，登记的常住地址是宝安区龙华路27号。常住地址离这70多公里，这就解释得通为什么刘桂红要经常住宾馆了，因为方便她和这里的大学生搞事情。这个女人也太疯狂了吧！哎，你好，这个刘桂红你应该比较熟悉吧？啊，是的，她是我们这里 VIP 中 P， 怎么了？她遇害了。啊，你们有什么要问的，我全力配合。她是不是很有钱？岂止是有钱，我亲眼见过她提着一个口袋，里面全是钱，至少有10万。她和什么人有过节吗？他身边全是那些高大威猛的男学生，而且他都不把他们当人的。有一次他当着我们的面打了人家50几个耳光，还让他跪下认错，这种侮辱谁受得了？是那个叫周泽强的男生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男生，他很高大的，1.85米以上，长得贼帅。好的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走出宾馆，蓝冰深吸一口气，今天的一天的调查总算没有白费。林队要辛苦你回大队一趟了，你召集专案组，把今天的工作总结一下，然后想办法联系这个刘桂红的家人，让他们过来进行 DNA 比对，一定要尽快确认被害人身份。那你呢？我继续调查一下那个叫周泽强的男生。这种事情交给其他办案民警做不行吗？你昨晚就没睡几个小时，今早6点钟一直到现在，你打算今晚继续通宵？那好吧，你安排2个办案民警，现在就调查一下周泽强。我现在跟你一起回大队。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第二天一早，蓝冰便来到了支队主持会议。刘桂红有个弟弟，3年前因为抢劫入狱，档案里存有他的 DNA 信息，现在已经将被害人的 DNA 送去和他的弟弟刘桂云进行比对，相信很快就会出比对结果。蓝队，周泽强在20天前就离开了学校，理由是回家看病。20天前，也就是案发后的1、2天，这的确很可疑。确实很可疑。我让林队交代你们的那几个重点，你们调查了没有？都调查清楚了，这个周泽强喜欢喝酒、抽烟，因为酒后打架还被记过处分。那他体能怎么样？攀爬能力如何？体能很好，曾经代表学校获得过障碍赛第1名，尤其是攀爬障碍项目更是破了纪录。爱喝酒，有暴力倾向，善于攀爬，并且在案发后第2天便离开了本地，大概率就是他了。不管怎样，先联系周泽强，把他传唤过来再说。行，我马上去办。似乎这个周泽强成了最大的嫌疑人，杀人动机有了，嫌疑人的各种特征他也具备，但蓝冰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蓝队，这个叫周泽强的，大概率就是这个凶手没错吧？目前来说，他有这个嫌疑，但我觉得他多半不是凶手。你想想，一个为了钱可以卑躬屈膝给刘桂红跪下让他领乳的男人，为什么在杀了刘桂红之后不拿走他的财物？他身上的金戒指经过鉴定价值6000多，我们1年的工资也买不到。有没有种可能，周泽强杀人之后过于紧张导致的？根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凶手杀人之后非但不紧张，反而如同没事人一般。他的目的只是想杀死被害人，并不是为了钱财。此言一出，张小凡瞬间恍然大悟。对了，小凡，我让你去公交公司调查司机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当班的司机恰好因为肾结石住院去了，明天才会回来上班，所以调查只能明天再去。好的，辛苦了。接下来这案子需要做的就是一个等字。这时技术科传来消息，经过 DNA 比对，确认了刘桂红和刘桂云的亲缘关系，并且在刘桂红的常住地址里，警方找到了一个保险柜，里面发现了30多万的现金和25根小黄鱼，还有4个存折，户头竟然还有200多万的存款。这个叫刘桂红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怎么会这么的有钱？最离谱的是，她在公安系统里显示的未婚，也没有子女的记录，但尸检报告显示她是生过孩子的。那这孩子又在哪里呢？孩子父亲又是谁？种种的疑惑都需要一步步去解决。身为缉毒特战队长的你，却被兄弟出卖，壮烈牺牲，如今重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，并意外获得一双异能天眼，会延续你的荣耀吗？可以让这位警官姐姐先出去吗？当着这么漂亮的姐姐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好。她每次都让我吃药，一晚上折磨我10几次。刘桂红的妹妹刘桂芳来到了刑警大队。刘女士你好，你和你这个姐姐还有来往吗？老死不相往来，从来不联系。她结过婚没有？有没有子女？
好像有个儿子在港澳那边，具体也不清楚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去过港澳那边发展？这么和你说吧，蓝警官，他早些年在那边跟着一个男人搞面粉的，我们都以为他死在外面了。行，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打扰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刘桂芳走后，蓝冰和林轩两人都陷入了沉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被害人刘桂红，早些年在港澳那边走的是面粉生意，敛财之后回大陆享受生活，开始疯狂包养男大学生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个刘桂红仗着自己有钱，想必得罪过不少人。她的死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太有钱，太膨胀。案子到了这里，被害人的刘桂红的身世已经全部浮出水面。很快，男大学生周泽强也来到了审讯室。为什么突然回老家那么多天？我身体出问题了，没脸回来。没脸？什么意思？我有器官功能退化了。这是刘桂红造成的吗？她对你做过些什么？可以让这位警官姐姐先出去吗？当着这么漂亮的姐姐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好。她每次都让我吃药，一晚上折磨我10几次。蓝冰皱起眉头，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是按次数给你钱，还是包月制？1个月2000。2000？你就拿你的身体来开玩笑吗？你交代一下，案发前一天晚上，你和被害人都做了些什么？那天晚上我始终没能满足他，他就很不高兴，用皮带打我，用高跟鞋踢我。蓝冰继续对他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审问，过程中也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。林轩随后也派出专案组进行调查，结果是嫌疑人周泽强所说全部属实，他并不具有作案的时间。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天了。我听你呼吸有点急促，你刚刚干啥来了？下雪吗？他们给皮卡装防滑链，让我去帮忙推一下车，给我累的。防滑链，我知道了。凶器不是什么石头，而是车子防滑链的铁锁。小雨，林队，跟我去法医科，快！蓝冰直接将锁头放上去一比对，不偏不倚，刚好和伤口重合。林轩和叶小雨两人都惊住了。谁能想到，这凶器竟然会是防滑链的锁头？我们单位的车全部使用的都是统一型号，私家车是不配备这种装备的。你是说？对，大雪封路，人少。正适合要奸的人去市场收一些不正当的红利。这年代能进体制内的基本上都是关系户。我们暂时别打草惊蛇，林队，明天你和我再去药材市场调查一下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你好，我们是反贪组的，近期接到举报，说是食品药品管理局有人私收红包和保护费，是这样的吗？终于有人来管了，那个叫罗志军的，你们就应该把他抓起来。你说的这个罗志军，上个月下大雪停工那几天，是不是来收过钱？对，大家都放假，他个天杀的过来要钱，不给钱就砸。这个人这么嚣张，难道就没人管？管不了，据说他有个亲戚在省里头管事的，后台硬着呢。林轩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。根据药材商贩所说，他那天穿的是一件体制内分发的棉大衣。被害人鲜血喷溅到衣服，会渗透到棉衣里面的棉花上，这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突破口。我觉得，不管这个罗志军是不是凶手，我们都应该将他抓起来调查。他背后有后台，我们背后有国家。既然如此，召集专案组对罗志军实施抓捕。一边逮捕罗志军，一边搜集铁证。蓝队，我在罗志军家中找到了一双制式棉鞋，发现里面的棉花上有干涸的血迹，证明和被害人刘桂红的 DNA 一致。好样的，小雨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案子破了之后，你请我吃顿饭就行。当然。另一边抓捕罗志军也非常顺利。我没杀人，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赶紧把我放了，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哟呵，死到临头还这么硬气。没证据就快点让我走。行，那咱直接点，脏了的棉服你烧了，但是你那棉鞋里面的棉，我们已经做过化验比对了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我在大记忆恢复术的帮助下，嫌疑人罗志军交代了一切。杀人动机居然是一点鸡毛蒜皮的事。双方办完事在药材市场门口碰见，被害人想出钱让罗志军开车送他回大学城，罗志军说不差这点钱，还有事送不了，就因为这点事先是吵架对骂，最终上升到厮打程度。不过也能理解，这两人脾气都不好，都不是什么善茬。这时候民警小张走了进来。林队、蓝队，领导找你们。小林啊，听说你们把王秘书的小舅子给抓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就是213无头女尸案的犯罪嫌疑人，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。你们这么快破案了？之前没有确凿证据，我们都没有汇报。这是我们在罗志军家中找到的犯罪证据，他鞋子里血渍提取的 DNA 正好和被害人的 DNA 一致。太好了，你们俩可真给咱们支队长脸。另一边，市长办公室。市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213无头女尸案成功破案，嫌疑人已经抓获，证据确凿。这个蓝冰还真神了。你女婿能不神吗？行了，多做事，少拍马屁。张秘书刚走，省委书记亲自给林正山打了个电话。林市长，你这个女婿真不是一般人啊！让贵夫人受到惊吓是我的失职，10天内破案是我们对夫人能表示出的最大的态度。我家老伴对你女婿可是夸赞有加啊，我们会持续关注他的。于是两人一番客套，电话也就挂了。在铁证面前，罗志军招了供，案子也就结了。晚上蓝冰请大家吃了火锅。
这次能够破案，多亏了专案组大家的通力配合。叶小雨，这杯敬你。最后要不是你，我们还真就没办法给罗志刚定罪。哪有？我这也是受你的启发，我觉得这一杯你第一个应该敬林队。对，林队才是我们的第一功臣。他作为领导，每天跟着我奔赴现场办案，多支持我的工作啊！没有他，这案子没那么容易解决啊。是啊，林队才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，我们敬林队。别拍了你们，就是蓝冰功劳最大，大家一起来。希望我们这个集体能够再接再厉，同时也希望我和蓝队能够一直搭档下去，力破更多悬案疑案。案子破了，大家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庆功宴。明天开始，组员也要好好休息2天。人始终不是机器，劳逸结合才能更高效的侦破悬案。身为缉毒特战队长的你，却被兄弟出卖，壮烈牺牲，如今重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，并意外获得一双异能天眼，会延续你的荣耀吗？蓝冰，你快看这儿！哎呀呀！蓝冰也是一惊，这也太疯狂了吧！蓝冰蹲下来，仔细勘察了一下尸体，用一把小刀，一刀刀的把被害人头颅和外置器官给割下来，这得多残忍！213抛尸案完美收官，市局也对蓝冰等专案组人员给予了高度的肯定。经宁海市委组织研究决定，授予林轩、蓝冰同志个人2等功，授予专案组所有办案人员集体3等功。这次咱们要好好歇2天，我提议一起去郊外爬山和烧烤吧，怎么样？好呀，我烤的鸡翅可香了呢。既然大家立了功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走走走，快点出发，我也馋了。几人开车来到了郊区山脚下，相当于一次小团建了。哇，小雨，你烤的这么香，是给我的吗？你想得美，要吃自己烤去。蓝队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小雨，你真好。蓝队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你不笑都好看，嘿嘿。然而，就在蓝冰等人休假的时候，安水县云香山又出现了新的案子。书记，省委书记电话找您的。老刘，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老李啊，我有个小舅子，刚升任安水县公安局局长的第1天，当地就发生了凶杀案。我听说你有个女婿，破案很厉害，你能不能帮个忙，把他给调过去？10天内帮忙把案子破了。10天？你这怎么又是个10天？没办法呀，当地警力落后，连法医都没有。这案子要是成了悬案，我那小舅子就15天怎么样？15天不行，只能10天。案子破了，我请你吃饭。行吧，我马上去安排。林正山知道那句我请你吃饭意味着什么。蓝冰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挂断电话，蓝冰表情凝重。支队了案子了，我要先回去一趟。那我也跟你一起。我也回去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大家都回去吧，跟着蓝队破案可是立功的好机会。以前的时候，一听到有案子，大家都垂头丧气，但自从蓝冰加入之后，大家破案的信心倍增。没想到林正山亲自来了支队。蓝冰，安水县有件案子，需要麻烦你去一趟。如果你能破案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满足你。安水县是我们宁海市的管辖范围，我身为刑警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这种杀人抛尸案，你有把握多久破案？一般情况下10天足够了。10天？你是认真的？行，等你破案，我给你1等功，并向省公安厅给你申请特别荣誉。不用，破案是我的职责，否则我也不会来刑警队。于是蓝冰连忙走进办公室，换好制服。林轩已经在等蓝冰了。已经有办案民警和法医在进行勘查了，但为了案子的严谨性，我交代他们不要破坏现场，等咱们到了再说。好，案子具体是个什么情况？3小时前，报警人称在安水县云香山山林里发现了一具浑身赤裸的无头男尸。又是无头尸体，抓紧，立刻出发案发地。蓝冰戴上手套和鞋套，随后走进案发现场。叶小雨突然发现被害人的外置器官竟然也被割掉。蓝冰，你快看这儿！哎呀呀！蓝冰也是一惊，这也太疯狂了吧！这比刘桂红那案子还残忍。这是真的歹毒啊！蓝冰蹲下来，仔细勘察了一下尸体，随后又看了看四周。根据尸斑的情况来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3天前，脖梗和外置器官处的伤口为割裂伤，由此可以推断，凶器大概率是一把小刀。用一把小刀，一刀刀的把被害人头颅和外置器官给割下来，这得多残忍！被害人身上有大片淤青和捆绑痕迹，意味着他生前受到过非人的虐待。被害人应该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人生生割掉了外置器官。此话一出，张小凡和其他办案民警都顿时感觉身体一凉。蓝队，这案子破案的难度大不大？死亡时间是在3天前，这比刘桂红案要好办得多，我有信心很快破案。如说被害人活着的时候遭受虐待，那么这里很可能就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被人割掉了那里，如果不及时就医的话，是活不了多久的。小凡说的对，如果没有交通工具，是不可能将一具尸体带到此地的。蓝队，根据你大致的分析，被害人身高体重是多少？被害人加上头部，身高大概在165左右，体重140斤上下。他的眼睛给他带来的特别能力，也是其他办案人员不具备的一种异能。被害人手掌粗糙，皮肤黝黑，应当是常年从事劳力活动的人。我看未必，被害者胸口的伤应该是一种气疮，是接触性皮炎的一种，所以才会呈现出一副好像被水泥腐蚀过之后的样子。而且被害人的左腿和右腿不对称，脚掌也比右脚掌小很多，应该是有残疾，行动不便。还得是蓝队分析的有道理。那接下来我们调查方向是什么？还是正常流程，先寻找被害人头颅，确认被害人的身份。那被害人的外置器官还要不要找？
这就不用了，多半早就被老鼠之类的给吃掉了。那行，我马上安排人从案发地点向周围进行扩散式的寻找。好。蓝冰的眼睛就像是高清数码相机一般，一切关键细节都不会遗漏。法医没有检查到有其他的脚印，除了报警人和他的狗。报警人还在现场吗？我想了解一下。在上面。好。报警人叫做李忠贵，手里还牵着一条狼狗，背上还有一把很长的猎枪。你好，麻烦再给我讲述一下你发现尸体的过程。我带着狗出来打野兔，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狗子就开始嗷嗷叫，我就把狗链解开，让它追过去，结果狗子突然停下，一个劲儿的叫唤。我走过去定睛一看，吓得我魂儿都差点没了。凶手基本上不可能将被害人头颅扔在这附近，从他选择的这个抛尸地点来看，就证明他智商并不低。晚上，蓝冰还在办公室分析案子，林轩走了进来。林队，我总结了几点：首先，凶手应该是个智商比较高的人；其次，他对当地环境非常熟悉；最后，他家里一定是有车的，摩托车、小车，甚至是三轮车，这样才可以将尸体运到那么高的地方进行抛尸。如果是摩托车，那么被害人应该是被什么东西裹起来，绑在摩托车后面进行运输的。蓝冰恍然大悟。林队，你提醒了我。如果说凶手用布裹着尸体，抛尸的时候再解开裹布，这样的话，尸体就不会留下痕迹。凶手用布裹着尸体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也就是说，运输尸体的交通工具是没有遮挡的。那就只剩下三轮车和摩托车了。那我们只要重点调查当地拥有摩托车和三轮车的人就行。翌日，蓝冰和林轩两人开着警车，再次来到案发地点。很快，蓝冰在其中一根尖刺上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布片。林队，把车里的镰刀给我扔下来。蓝冰，你小心点，我扔过来了。很快，随着镰刀扔下去，蓝冰不偏不倚，刚好伸手直接抓住了镰刀刀柄，这让上面的林轩愣了一下。蓝冰这反应能力似乎和正常人有些不一样。很快，蓝冰利用镰刀将整一株荆棘植物砍了下来，将上面的布片小心翼翼地扯下来。是蓝色的布片，包裹尸体的是这种蓝色布匹。马上给专案组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查监控，留意一下摩托车或者三轮车后面有蓝色布匹卷的人。好。蓝冰和林轩这对组合无疑是破案的最佳搭档，但生活中，蓝冰曾是林轩一家子看不起的上门女婿。身为缉毒特战队长的你，却被兄弟出卖，壮烈牺牲，如今重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，并意外获得一双异能天眼，会延续你的荣耀吗？我估计被害人不是本地人就是外地人。别害怕，我们是警察，是来救你们的。这下子蓝冰立大功了，一人制服4名歹徒，救下6名被拐姑娘。案发地点之所以有一条路，那是很久以前公社修的，就连当地村民都不知道那条路通往云香山山顶。就正常逻辑来看，惠水村这16户居民基本上都可以排除嫌疑，因为他们大多都是一些老人和留守儿童，况且被活人和被死人是2个概念。此时专案组也发现了类似三轮车或摩托车轮胎留下的痕迹，但是这7天以来的监控居然没发现任何一辆车子或摩托驶入那条路。支队那边传来尸检结果，初步认定为失血过多而死。也就是说，被害人很有可能是被凶手割掉外置器官后，活生生致死，才被割去了头颅，抛尸荒野。蓝队，我觉得当时报警那个猎人目前来说嫌疑最大，专案组那边有没有查过他？已经调查过了，此人不会骑摩托车，家里也没有车，并且他的行为从逻辑上说不通。也对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巴不得尸体永远消失。安水县已经将被害人信息发了出去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消息。我估计被害人不是本地人就是外地人。我意思大被害人概率是外地人。我们华北地区身高普遍都比华南地区高一点，极少有出现男性身高不足160的。蓝队，你意思是被害人是南方人？目前来说，这只是一个猜测。南方人年轻的时候比较秀气，少有大肚腩。被害人应该是上了一定年纪，至少得35岁以上。咱们这座城市外来人口不多，如果他常住在安水县，应该比较好调查才是。这样，小凡你继续调查一下监控里出入过那条路的所有人。小雨，你跟我一起去别的村子看看。张小凡和叶小雨2人立马听从安排。林轩要回去支队处理关于这案子的细节。随后，蓝冰开着车带着叶小雨前去别的村子调查。弯道也敢超车，车速还这么快。而就在蓝冰准备下车的一瞬间，这辆面包车突然倒车，随后猛然加速冲了出去。快上车，小雨！蓝冰利用自己的异能眼分析路况，一脚地板油，车子瞬间漂移，随后就冲着面包车追去。因为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放慢的速度。蓝队，要不要请求支援？不用，免得说我们小题大做。终于，前方没有路了，见到对方停车，蓝冰也停下了车。你在车里，千万别下来。叶小雨不放心，还是拨通了林轩的电话。喂，林队，出事了，我们需要增援，马上把卫星定位发过来。蓝冰走了过去，面包车里下来了一个人。警察大哥，我就是不小心和你发生了剐蹭，您至于这样追我吗？站在那里别动。大哥，您高抬贵手，您要多少钱？您说。你跑什么跑？把车门打开，我检查一下。车里什么也没有。马上打开，我要检查一下。行，我马上给您检查。男人凑到了车子窗户边。龙哥，对方只有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身上没有枪，要不把他们干掉？袭警是重罪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放我们走。
如果实在万不得已，再灭口。蓝冰其实知道车里还有其他人，但他丝毫不慌。我说了，开门检查，你嘟囔什么呢？出来混，命最重要，您行个方便。车里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吧？别这么说，我就是做点小本生意，大家都别为难大家，成吗？那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，要立功了。别和他啰嗦了，他可能叫了增援，赶紧解决了他，再把那个女警也搞走。这时候车门打开，车里下来了2个手持冻鱼的男人，直接就对着蓝冰冲了过去。面对3个手持冻鱼的男人，蓝冰竟然没有逃跑。蓝队他这么能打的吗？短短10几秒，蓝冰轻松制服4人，随后用手铐将他们铐在汽车保险杠上。蓝队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放心吧。蓝队，刚才我都担心死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们去看看面包车里什么情况。好。打开车门，全是被五花大绑的年轻姑娘们。别害怕，我们是警察，是来救你们的。这下子，蓝冰立大功了，一人制服4名歹徒，救下6名被拐姑娘。车上还有行车记录仪，清楚地记录下蓝冰救人的全过程。小雨，做笔录。是。叫什么名字？朱天强。年龄，籍贯。于是过了大概不到10分钟，林轩带队赶来，见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幕，林轩和特警们都惊呆了。4名歹徒被铐在车子后面的保险杠上，不停地哀嚎。蓝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和小雨都没受伤。这都是你干的？这都是蓝队一个人打倒的，我就躲在车里啥都没干。林队，你不知道，蓝队好厉害，我当时都吓傻了。只要人没受伤就好。看来下次出来走访我得带枪了，这次真的太危险了。什么？你们没带武器？对呀，这些歹徒都是蓝队赤手空拳制服的。不是吧？有这么能打吗？有行车记录仪呢。我非得看看才行，这也太玄乎了吧。孔队长觉得他们是在吹牛皮。蓝冰，现在指挥权交给你。所有人听令，云香山无头男尸的案子先放一放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所有人立刻将这些歹徒押上车。这时候林轩才注意到前方的面包车里还有一些女孩。蓝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6名女孩都是他们拐卖来的，刚好被我们遇到。是啊，蓝队一个人和4个歹徒搏斗，成功救了6名女孩。蓝冰，你立大功了。林队，我们还有一个行动，据歹徒交代，还有一伙人贩子将会在明晚10点前往双凤山码头，至少还有5名以上被拐卖女孩在他们手里，我们必须将其全部营救出来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爸的秘书。市长，您的女婿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蓝冰在调查云象山无头男尸案的过程中，无意撞到了一伙拐卖少女儿童的歹徒。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和4名歹徒搏斗，成功救下了6名女孩。啊，你是说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是林轩林队长告诉我的。他说一会儿要亲自找您。我女婿有没有受伤？丝毫未损。太好了，哈哈哈哈。总之，行车记录仪都记录了，到时候整理一下，给蓝冰写立功材料就可以了。这要是真的，高低的是个1级英雄模范，就这功劳，过几年都可以让他当支队长了。林队，一会儿我扮演人贩子，可能会对你有些其他行为，你不要介意。放心，你怎样都行，我不会介意的。都是为了救人。跟着蓝冰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很快，蓝冰等人回到了宁海市公安局，正巧林轩的父亲林正山也在。蓝冰，好样的，我真为你感到骄傲。林叔叔，时间紧任务重，我当场对人贩子朱天强进行了审问。据他交代，明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伙人贩子将会在双凤山码头接头，至少还有5名被拐少女在他们手上。我请求市长给我权力，我要把被拐少女全部救出来。林正山怎么也想不到，当初自己瞧不起的上门女婿，居然这么的优秀。他现在肠子都要悔青了。你说你要多少人？有什么计划？给我配备一支训练有素的特警作战队，30人足够，前提是100%服从我的指挥。30人够不够？要不给你多配点？不用，30人足矣，多了反而会出问题。可是你怎么保证被拐少女们的安全？歹徒很可能鱼死网破，如果撕票的话，那这个后果可就……林叔叔您放心，我已经计划好了。人贩头目朱天强答应帮助我协助营救被困少女，前提是戴罪立功，免除死刑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任务你要是完成了，我去给你申请1级英雄模范奖章，但是切记，一定要保证被困人员还有你们自身的安全。奖励都是次要的，营救被困人员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好样的！林正山现在巴不得上赶着蓝冰，大家都能看得出，一颗警戒之心正在悄然升起。对了，林书记，我想带上林队，让他当副指挥员。蓝冰是想让林轩也一起拿一份功劳。蓝冰，叔叔当初那样对你，是叔叔的不对，现在你还能想着我女儿，叔叔很感激。不，此次任务我必须要林队的帮助，林书记不必多想。蓝冰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不管是你还是林轩，都不能少一根手指头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林书记您放心，我以性命担保，绝不会出事的。蓝冰来到审讯室，给歹徒朱天强带了一瓶酒。这次任务要是完成，这瓶酒我就赏你了。多谢大哥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全力配合。现在打电话给船老大，就说你们10点钟过去，让他们接应。
行，没问题。蓝冰将电话交给朱天强，很快给船老大打了个电话过去。喂，刘哥，我这边搞定了，6个姑娘都漂亮得很，今晚10点钟码头见啊。这么多，都是原装的吗？是不是原装的？你一会儿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嘿嘿嘿，也成，就当是活动筋骨了。刘哥，你可不能乱来啊，原装的很值钱的。行了，别贫了，赶紧送过来。挂断了电话，朱天强看着蓝冰点了点头。大哥，我搞定了。行，咱们也出发。于是蓝冰亲自驾驶朱天强的面包车，后排坐着4名持枪特警。一会儿到了，我会想办法制服那名手持来扶枪的家伙。一旦成功，你们立马冲出来，听明白没有？蓝队，这会不会很危险啊？放心吧，你们队长打架厉害得很，要不是对方有枪，我觉得他一个人都能搞定。很快，面包车就抵达了交接地点。码头停着2艘船，蓝冰利用自己的异能眼注视着一切。喂，龙哥，我到了。把车开进来啊！我看到你们了。好嘞。挂断了电话，蓝冰在距离4个黑色人影10米左右的时候把车停了，随后示意朱天强一起下车。哟，刘哥，想死你了！蓝冰拿着一盒烟上去发烟，来到那名拿来扶枪的人面前，突然，全部不许动！此刻，面包车里特警们瞬间冲了出来，冲锋枪直接对准了所有人。都别动，双手抱头，趴下！蓝冰这时候立马拿出对讲机，任务完成，都过来吧。很快，林轩带队赶赴现场。接下来就是最后的营救了，希望能够圆满完成任务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我相信你。如果情况合适，明晚我想让你和我演一出戏。怎么演？你扮演被拐卖的姑娘，我扮演人贩子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说完，蓝冰便去找朱天强。明天晚上来的那群家伙，你认不认识？就认识其中一个，我们叫他独眼哥。那这个独眼哥认识你的其他小弟吗？不认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喂，林轩，怎么样了？所有歹徒都被我们控制了，任务一切顺利。太好了，你和蓝冰注意安全。接下来就等明天了。如果能成功营救出所有被拐人员，那这将成为宁海市今年以来最有功绩的一件大事。第2天，现在距离接头还有3个小时。蓝冰和林轩说着计划。林队，一会儿我扮演人贩子，可能会对你有些其他行为，你不要介意。放心，你怎样都行，我不会介意的。都是为了救人。很快，朱天强手机响了，果然是独眼打来的。强哥，我们快到了，还是以前那里是吧？对呀，我都等你老半天了。你要美女，我要赚钱，速度点背。行，10分钟后到。一辆白色面包车缓缓驶来，蓝冰见状和朱天强使了个眼色，于是3人就走了出去。独眼哥，好久不见。强哥，你哪里搞的？太极品了。行，可以，真漂亮。这位大哥，你不厚道啊！你的姑娘们呢？你这小老弟真不懂事啊！阿彪、阿军，把人都带出来吧。走吧，进屋里再说。也是，外面不方便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是蓝冰给他布置的陷阱。此时特警队已经在屋子里埋伏好。强哥，我们现在可以交换姑娘们了吧？好啊。独眼示意5名女孩走过去站成一排。小老弟，把这女人给我背，我先检查检查。好啊，她现在就是你的了。随即，无数特警冲了进来。都老实点，不许动。30名特警冲上去，把他们全部按在地上，很快就用手铐铐了起来。林轩立马跑过去安慰那些女孩，并且帮他们把胶布撕掉。指挥中心，我是019任务小队，019营救被拐人员任务圆满完成，5名被拐人员全部获救，没有人员伤亡，没有人员伤亡。汇报完毕。喂，林轩。爸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任务圆满完成，5名被拐人员全部救出，抓获4名持刀歹徒，没有任何人员伤亡。好，太好了，你们太棒了，我去支队等你们回来。很快，蓝冰等人带队回到了宁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。林正山听了蓝冰讲述的整个行动过程之后，激动地亲自给蓝冰倒茶。蓝冰，好样的！明天我就亲自给你打报告，给你申请英雄模范奖章。什么也别说了，我给你和林轩放1星期假，你们好好休息。那不行，云香山的无头男尸案，我才答应得10天破案，因为这件事耽搁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准时破案呢。这案子咱们可以缓一下。没事，破案要紧，等破了云香山的案子，再好好放个假休息一下吧。辛苦了，蓝冰。我觉得凶手不是白天作案，就是晚上作案的啊，而且不是熟人作案，就是陌生人作案的啊。跟着蓝冰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蓝冰就这样凭借一己之力，硬是捣毁了一组人口贩卖团伙。整个宁海市，蓝冰还是第一个拿到这枚奖章的人。很快，蓝冰还要继续投入到云香山无头男尸案之中来。1天后，蓝冰和林轩骑着摩托再次来到了安水县，因为他们打算来一次犯罪模拟。一会儿我们模拟一下凶手的犯罪过程，我当凶手，你当被害人。好。我觉得凶手不是白天作案，就是晚上作案的啊，而且不是熟人作案，就是陌生人作案的啊。好了，
现在我是凶手，你是被害人。既然监控记录7天之内都没有车子上去过，那么被害人被带进去的时候就应该是7天之前。被害人死前应该是活着的，被害人就坐在凶手摩托车后面，就像你和我现在一样。蓝冰，你是在吓唬我吗？我刚才说了，凶手不是熟人就是陌生人，但现在看来，被害人和凶手应该是熟人，并且他不会想到凶手将要了他的命。林轩紧紧将蓝冰抱住，因为马上就要上坡了，终于抵达了案发地。用时23分钟。我在想，这个凶手会不会就是当年参与修路的人？是有这个可能的。这周围咱们都勘察过了，没有任何血迹，所以第一现场不在这里。我们现在要先想办法把作案用的摩托车找出来再说。是我的话，直接扔下悬崖。我们来的路上，左边有一峡谷，下面是安水江。走，去看看。将摩托车从这里扔下去的话，是销毁证据的最好办法。你看草地上有轮胎的痕迹，凶手将摩托车驶向了悬崖边，这还有几个脚坑，居然是穿了鞋套留下的坑印。这也再次证明蓝冰分析的不错，凶手有着超高的智商。蓝冰，你的推理能力天赋是真的好强大呀！哇哦，这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凶杀案。但蓝冰始终觉得有些东西逻辑上他说不通。可他为什么要毁掉摩托车？蓝冰，注意安全。你说凶手会将被害人头颅抛弃什么地方？挖坑埋了，或者扔在山林里，总之不大可能从这里一起扔下去。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凶手要将摩托车扔下去？这不符合逻辑。蓝冰，你这么聪明，你认为凶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凶手智商不低，有没有可能是他想开着摩托车一起冲下悬崖，但最后一刻他怂了，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？蓝冰，看这里有个大坑，像是有人摔下来的时候留下的。这里居然还有个掌印，这应该是凶手摔下时留下的。这手掌比普通人的大很多，竟然比我的大了这么多。经过测量，手掌长度达到了23厘米。难不成凶手的个子很高？破案有很多不确定性，比如说凶手个子很矮，但手掌就是特别大，甚至说凶手有可能是个女的。也对，凶手不是男的就是女的。林队，这样你看怎么样？3天之内，案子如果还是没有任何进展，那么我们就进行打捞。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今晚我们很可能会在某村子村支书家里留宿。林队，你有没有问题？只要能够早点破案，我都没问题。接下来，蓝冰骑着摩托车带着林轩离开了此地。林队，这附近有流水声，我们去看看。然而，就当他们走到河边的时候，不远处有个东西正在反光，一闪一闪的。是水果刀，被卡在了石头缝里了。这该不会是……如果这是凶器的话，那么分尸地点很有可能就在这条小溪的上游。蓝冰和林轩加快脚步，沿着小溪往上游跑。然而前方出现的画面让林轩浑身颤抖，下意识地抓住了蓝冰的衣角。方圆5公里鬼影都没有。溪水中央立着一根细长的木桩，木桩上一颗恐怖的人头赫然插在上面。林队，你先用相机记录一下，然后回去通知专案组过来。好。拍完照，林轩收起相机，两人原路返回。到了有信号的地方，打电话通知专案组和支队指挥中心。没多久，无数的警车就来了。现场，张小凡、叶小雨，还有安水县公安局几个领导也来了。小凡，你带林队回去休息。小雨，你跟我在现场。收到。瞧着叶小雨精神十足的样子，蓝冰伸手捏了捏他的脸。现场可有点恐怖哦，你可别害怕。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在蓝冰的带领下，大家进行头颅和线索的收集工作。专案组一直忙到晚上，证据收集的差不多了。回到支队，蓝冰也找到了林轩，收集到了被害人衣服，还发现了一些脚印。辛苦了。于是林轩和蓝冰召开了小组会议，所有走访调查过的人都说没有见过被害者长相特征的那么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被害人确定不是本地人，而是外地人，而且还很有可能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会议过后，蓝冰来到政务室，开始分析今天发现的证物。叶小雨和张小凡也在旁边进行协助。现场发现的鞋印经过测量，尺码在48码左右，皮手套的尺码也相对普通的要大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嫌疑人身高得有1.9米以上。没错，回来的时候我去店里问了一下，发现这种大小的摩托车手套是买不到的，基本上都要定做。我有个问题，万一这个头颅不是之前那被害人的头颅怎么办？头颅取下的组织已经送往支队进行 DNA 比对了，而且发现的衣物尺寸大小和被害人身材基本一致，这基本上不会有错。这个问题暂时先放着，当务之急是找出被害人身份。对，这才是至关重要。叶小雨打开蓝光手电筒，仔细检查被害人头颅，头部没有任何创伤，脸上也没有其他伤痕。被害人牙龈有过出血迹象，临死前应该经历过可怕的折磨，被害人很有可能被凶手活生生割掉了外置器官。来，让我看看，被害人喉咙两侧未见线样体器官，应该是做过扁桃体摘除手术。这项手术价格昂贵，如若不是危及到生命，普通老百姓不会去做的。必须马上送支队法医科进行详细尸检才行。行，我立马安排人将头颅送往支队。好，今天先这样，大家都休息去吧，辛苦了。目前来说，国内可以做扁桃体切除手术的大城市并不多，完全可以通过医院的手术名单进行调查被害人身份了。不得不说，蓝冰的这双异能眼睛
是真厉害。经调查，在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这项手术的加起来只有46个人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当比对到第17个人的时候，蓝冰一下子停了下来。你们看，这个人和被害人像不像？明眼人都一眼能看出来，这就是被害人。我可以100%确定，就是他。不愧是你啊，蓝队，你这办法真行。被害人名叫陈万海，今年38岁，未婚，周贵省毕节人。于是，警方立马和被害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。2天后，经过陈万山的辨认，确认被害人是他的弟弟陈万海无疑。你好，我是你弟弟遇害案的办案负责人，我叫蓝斌。您问吧。你弟弟陈万海左脚是不是有残疾？是的，小时候摔了一跤，没有治好，那条腿就一直瘸了。你弟弟陈万海性格怎么样？万海这个人以前挺正常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人变得有点怪异。具体是指哪里？估计是打光棍久了，他有时候喝了酒，会跑去村里一些妇女家里骚扰他们。后来被村里教育一顿之后，收敛了很多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就变得越来越奇怪了。有时候他会去镇上，裤子脱了，对着过路的妇女鼓捣那玩意儿啊。他做扁桃体切除手术这件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我一点都不知道啊。蓝冰、林轩荣获个人1等功，张小凡、叶小雨荣获个人3等功。跟着蓝冰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是这样，经我们调查，你弟弟陈万海于上个月在金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。这件事我没听他说过。你这边有没有你弟弟单位的联系方式？有，我有他们赵主任电话。那行，你现在打个电话，问一问你弟弟是什么时候离开单位的，又有什么人跟着他一起离开的。好，我马上打。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看来这个单位有必要好好调查一下才行。据调查，被害人陈万海工作的单位叫做福宁建材厂，在过完年后就辞职了，理由居然是回家结婚。这个陈万海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辞职？这个要和他结婚的女人又是谁？办公室里大家都在对案子进行分析。这个陈万海1个月只有4天假期可以外出的，所以他接触过什么人才是我们调查的目标。这种跨省案相当复杂，要不是当地市委下了指示，否则还得我们亲自去一趟。金门公安那边怎么说？还没消息，估计还得等一等。蓝冰，就目前掌握的线索，你觉得有哪些可能性？我的推测是，被害人陈万海是个长期单身的光棍，有人知道他打工几年存了一些钱，于是打着给他介绍老婆的名义把他骗走了。可他最后这笔钱不仅没有被骗，反而拿来做了这个扁桃体切除手术啊！我猜测对方杀他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扁桃体切除手术。怎么说？凶手千里迢迢把他骗到宁海市，却没想到他竟然拿着这笔钱去做了手术。凶手气急败坏，所以将其残忍折磨致死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没有必要割掉他的外置器官啊。根据陈万海的哥哥所说，被害人曾经骚扰过妇女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因为陈万海对凶手的女朋友或者老婆做过什么事，才导致凶手如此痛下杀手？哟呵，小雨，想象力不错哦，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下一步我们有什么计划？等金门那边消息吧。很快，金门公安那边传来消息，这个陈万海并不是特意为了做手术才来到金门医院的，而是因为扁桃体发炎，无意中确诊为癌症才做的手术。也就是说，他发现自己患癌纯属偶然，他前往宁海市另有目的。于是蓝冰立马安排民警调查长途客运公司，重点调查途经周贵毕业的班车。果然还真就查到了线索。初9晚上10点多，在毕节岔河镇路口接了3位乘客，其中就有这么一个瘸腿矮胖的人。跟着他一起上车的有一名身高1米9几的高大个儿，和一名全程不会说话只会打手势的聋哑女人。我猜测被害人陈万海应该是在休假期间结识了嫌疑人，嫌疑人找来了一名装聋哑人的女人，然后对陈万海实施诈骗。意思是，凶手打着给陈万海介绍聋哑女人当老婆的幌子，将他骗到了宁海市。没错，凶手一开始就是2个人。根据调查，附近几个村子都没有这么高的男人，所以熟悉当地地形的应该是那个女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女人就是这3个村的村民之一。大概率没错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认为这个陈万海应该和那个聋哑女人发生过什么，所以 A 某才会如此丧心病狂，牺牲了自己女人，最后还骗不到1分钱。可想而知他有多气。小雨，你越来越会了啊，和我想的基本上一样。跟着你久了，肯定越来越像你啊，嘻嘻。一会儿还得辛苦你根据大巴车司机的描述，把凶手大概的样子画出来。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没多久，蓝冰将叶小雨画出来的画像进行打印，随后让办案民警对这2位嫌疑人进行全县通缉和悬赏。古宋村村民宋高义前来提供线索。我们村有这么一名女人，符合嫌疑人的特征，名叫宋小梅，很多年前就嫁到周贵省毕节市。蓝冰立刻带着专案组来到古宋村进行调查。蓝队，这里有大量血迹，虽然有被清理过的痕迹，但血印依旧到处都是，尤其是墙壁上喷溅的血迹十分明显。蓝冰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发现厨房房顶上的横梁有绳子勒过的痕迹，厨房的灶台下面有一大捆尼龙绳，绳子上有很多血迹。这里大概就是第一现场了。
凶手将被害人绑着吊起来，割掉她的外置器官。看来凶手果然是宋小梅没错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凶手竟然把凶器和被害人衣物都抛弃在山中小溪里，为什么这捆尼龙绳不扔掉？不仅如此，这大量的血迹也没清理干净。这个问题就只有抓到嫌疑人再问个清楚了。小张，你们马上把血迹采集下来，送去支队进行 DNA 比对。我们回去立马对宋小梅实施抓捕。收到。有了确凿的证据，对宋小梅实施通缉。然而宋小梅竟然还在宁海市，在妇幼保健医院被捕。她跑，她追，她插翅难飞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？知道，我们杀了人。为什么要杀他？人不是我杀的，是胡海贵。胡海贵是谁？我在贵阳认识的一个男人。他不是你老公？我老公被他杀了。这些年我帮着胡海贵杀了太多的人，我每天都在做噩梦。这下子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胡海贵现在在哪里？4级宾馆。蓝冰随后看着林轩，两人眼神交流了一下，林轩便立马出去了。交代一下整个事情的缘由吧。去年胡海贵回来和我说，这个陈万海存折里有万把块钱，要想办法把他弄了，所以就让我假扮聋哑人和他相亲。接着说。于是我们按照计划，胡海贵让他来我老家见一下父母，给8000块礼钱，就可以把我带走了。来到了宁海市，胡海贵让他去取钱，他说取钱可以，不过要看我们的诚意。什么诚意？他想让我陪他一晚上。那陪他了吗？赔了。快结束的时候，他把安全膜给摘了，说想让我给他生个娃。胡海贵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很生气，他说等钱搞到之后，要把陈万海碎尸万段。可是据我们调查，那笔钱他拿去做手术了。是的，那晚之后，胡海贵就失去了理智，他让我将陈万海骗到老家，让他生不如死。之后的过程和蓝冰推理的基本一致，蓝冰立马给林轩打了个电话。情况怎么样？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抓到了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太好了。我这边也已经全部交代了，但是牵扯到另外20起命案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回来。胡海贵已经落网，那案子意味着就可以结束了。这起302云香山无头男尸案最终告破，嫌犯落网的消息也是第一时间传到了市长林正山那里。蓝冰、林轩荣获个人1等功，张小凡、叶小雨荣获个人3等功，专案组所有成员获得集体3等功。是时候摆个庆功宴了。被害人为女性，尸体被分成41块，包括被害人的内脏、四肢都是完整的。唯独不见的是被害人的头颅。跟着蓝冰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云香山无头男尸案告破，蓝冰拿了1等功。宁海日报也刊登了他的传奇事迹。林正山让林轩今晚回家吃晚饭。林轩，你和蓝冰两人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们是一起同居在外面吗？我们早就分开了，手都没牵过。什么？你们结了婚，办了喜酒，手都没牵过？那你俩以前住在家里怎么睡觉的？我睡地上，他睡床上。哼，混账！你气死我了！怪不得人家蓝冰对这个家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怪不得直接提出离婚，怪不得一直没把自己当父亲来看。是你提出分床睡的，还是他？是我。好啊，现在我才知道，这是不怪人家蓝冰，反倒是你不把他当丈夫看，他又怎么会把咱们当亲人？爸，你觉得你有把他当女婿看了吗？人家蓝冰明明是刑侦天才，你却让他去当交警。他当初离开林家，你挽留过吗？你现在学会和我顶嘴了是吧？现在蓝冰立功出名了，你又觉得对不起人家了。要是他没有考上刑警，没有立功，你还会把他当女婿吗？1年期限快到了，我和蓝冰说好了，到时候就离婚。你要是敢和蓝冰离婚，这个家你就别待了。林正山，你疯了！林正山，你冷静点，日子还没到。你如果真的为孩子们考虑，你就打个电话给蓝冰，或者亲自去找他，好好谈谈。总之我不管，我告诉你林轩，蓝冰这个女婿我要定了，我不会让你们离婚的。简直不可理喻。事情闹成这样，林正山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林轩也直接出了门。老林，我觉得你还是找蓝冰好好谈谈吧。也只好如此了。时间很快过去，1年期限已到，蓝冰正在资料室整理资料。蓝冰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是，林书记。今天我过来是想亲自给你说一声谢谢，在10天内完成了破案。林书记言重了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蓝冰，今晚你和林轩一起陪我去河省纪委书记吃个饭，怎么样？林书记，此事怕是有些不妥吧？并无不妥，你最近立了很多功，这是领导点名要见你。是。饭局上出现了很多其他领导，这些人都是蓝冰一辈子无法接触到的。省纪委书记还亲自和蓝冰喝酒，林正山开心至极。吃完饭回到林家楼下，喝得醉醺醺的林正山竟然搭着蓝冰的胳膊，宛如两父子一般，拉起了家常。林书记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单位了。这么晚了，就住咱们家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你喝了酒不能开车。没关系，我打出租车就行。赵家河河滩，市政规划准备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造纸厂。然而，工人在清理河滩的时候，竟然发现了一个蛇皮袋。
里面居然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市委办公室，规划局局长就在林正山办公室里发牢骚。咱们宁海市怎么老是出这种案子？赵局，你觉得这件案子该怎么处理？我可听说你有个女婿破案非常厉害，你把他安排过去负责怎么样？我女婿刚刚立了大功，还没喘口气，这以后只要是案子都让我女婿去办，那不把他给累死了？除了你女婿，其他人办案我都信不过。1个月他要能把案子破了，我亲自给他写推荐信。听到这句话，林正山脸色稍微有些变化。行，有你这句话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哇塞！赵局走后，林正山拿起电话，正准备打给蓝冰，却不料秘书走了进来。书记，您女婿来了。来的正好。林书记，蓝冰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这么见外，快坐下。林书记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想今天和林队把离婚证办了。这个没问题啊，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事情，我需要你去做。只要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情，我义不容辞。你说对了，刚刚接到电话，4方县有一起棘手的案子，我需要你立即前往侦破。是。于是林正山当即将此案交给蓝冰负责，并且安排林轩和他一起侦办，目的是让2人多点相处。现在气温回暖，这具尸体可不像之前遇到的那样，听说已经长蛆了。预计40分钟后能抵达，先让那边的办案民警保护好现场。放心吧，已经让指挥中心通知了，你没到现场，他们什么也不会动。很快，蓝冰等人抵达了目的地，这味道简直是绝了。还没有走到现场，老远就闻到了一股臭味。林队、蓝队，先带我们去案发现场看看。是在前方河滩的芦苇荡里，有一白色蛇皮袋鼓鼓囊囊的躺在那里，微风吹来，传出阵阵恶臭。这袋子里应该还装了不少石头，你们把袋子割开，将尸块和石头分开装进证物箱里，我去勘察一下周边情况。6点钟上游的闸口要放水，必须抓紧点时间。闻言，林轩立马安排办案民警去处理，蓝冰则是对周围环境进行了一番勘察。怎么样，蓝冰？这里不是第一现场，让大家伙都撤走吧。好。蛇皮袋是从上游冲下来的，第一现场应该在距离此地至少2公里外的地方。蛇皮袋冲到此处应该有1个星期左右了。也就是说，1个星期以前，凶手把被害人杀害分尸装进蛇皮袋，扔进河里，不料被大水冲到此处，卡在了芦苇荡里。那蓝队，你能根据尸体判断出死亡时间吗？很难，哪怕是法医也无法给出准确答案。不知道法医那边拼接的怎么样？去看看吧。被害人为女性，尸体被分成41块，包括被害人的内脏、四肢都是完整的，唯独不见的是被害人的头颅。辛苦了，怎么又是无头尸体？我也是醉了。随后，蓝冰蹲了下来，对尸块进行仔细的勘察。骨头切口部分平整，但周围有碎裂痕迹，证明凶器大概率是斧头、砍刀等利器。蓝队能不能大概看出被害人的身高和体重？身高大约在160左右，体重和年龄无法估测。看臀部有块纹身。你不说，我还真没看到。一般来说，什么人会把纹身纹在臀部？正常情况下，没人纹这里吧？你说这个女的会不会是灰色技师？不排除，毕竟在这个年代，思想没有那么开放。很快，小雨将纹身画了下来。蓝队，我们要不要调警犬队过来，在这周围寻找被害人头颅？这次怕是不用了，被害人头颅大概率是找不到了。虽然找不到头颅，但别的东西却给蓝冰提供了线索，那就是这些鹅卵石。你们说凶手为什么要用鹅卵石当重物填充？因为案发周围没有其他比较大的石头，只有这些鹅卵石。没错了，凶手抛尸的位置一定有很多鹅卵石，而上游的位置哪个地方这种石头比较多？上游4公里左右，桥底就有很多鹅卵石。那行，我们现在就去那个位置瞧瞧。蓝冰等人来到了河流上游4公里处的一河滩的桥下。正常的一个流程，凶手应该是把人杀害分尸之后带到此处，然后去下面的河岸边收集鹅卵石，将鹅卵石放进蛇皮袋和尸块填充好之后，将袋口扎紧，然后从桥上抛下去。收集鹅卵石的工具应该是一把大铁铲，有铲过的痕迹，却没有任何的脚印。凶手做事比较谨慎，想来又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人分尸案。凶手当时很从容，不担心被人发现。意思是凶手很熟悉这里的环境？有可能凶手不是本地人，就是外地人。怎么说？本地人都知道这个开闸放水的时间，如果等水闸关闭之后，尸体一定会搁浅被人发现。如果凶手是外地人的话，那么被害人也有可能是外地的了。所以这次我没立军令状，直觉告诉我这案子有点麻烦。你要干嘛？别过来啊！你过来我就砍死你！蓝队，你小心啊！跟着蓝冰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现在的情况是，4方县河滩发现一袋碎尸，腐烂严重，没有被害人头颅。很快，天色暗了下来，水位还在涨。大概8点多，水位能达到一个顶峰，所以凶手抛尸的时间应该就在8点左右。晚上回到4方县公安局，大家对今天的工作做了汇报。没有意外，办案民警的走访调查并没有任何成效，没有人报失踪，更没有人认识臀部有蝴蝶纹身的女人，在蝴蝶中间还有一个字母 B。会议结束之后，蓝冰带着林轩再次前往政务室。蓝冰对那些鹅卵石和蛇皮袋进行了检查，鹅卵石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在4方桥下挖掘的，
至于这个蛇皮袋，在宁海市也是非常常见的，到处都能买得到。这时候，支队法医走了进来，确定被害人以前怀孕生过孩子，并且死亡时间大概在11天前。辛苦了，这个尸检数据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凶手应该并不是基隆镇的人，因为本地没有人不知道水闸的事情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开完会之后，专案组有了新的调查方向，那就是重点调查污水镇、三河镇这2个镇。蓝冰和专案组再次前往抛尸地点，他们要在周围进行走访，有没有外地车来过？队长你好，4月3号那天下午6点左右，我看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出现在这附近，并且徘徊了很久。4月3号，这刚好符合被害人死亡时间，而且正好又是下午6点左右。好的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这面包车徘徊来徘徊去的，他应该是在寻找合适的抛尸地点。有这种可能性。哦，对了，这辆面包车看起来很破旧，左边有个灯好像不亮，车子开起来也有点摇晃。根据这一特征，蓝冰立马和林轩前往交通队。很快，经过交通部门的逐一排查，发现三河镇有个名叫吴大强的男人很符合特征，他开的面包车是2手的，同样也坏了一个车灯。走着。好巧不巧，这时候的吴大强刚好开面包车回来，吴大强当即刹车，随后下车，一个劲儿的跑。他跑，他追，他直接钻进了三河镇市集的巷子里，一溜烟就没影了。然而就在林轩分心的时候，一个影子突然出现。站住，别跑！这女警体力怎么这么好？眼看就要追上，吴大强顺手将打铁铺上放着的大砍刀抢了过来，反手就对着林轩一刀劈去。好在蓝冰及时赶到。这蓝冰怎么这么能打？好有安全感啊！所有人不知道的是，蓝冰的异能眼在关键时刻观察到的一切都是放慢速度的。这时候，其他民警也赶来了。都别过来，谁过来我砍死谁！办案民警没有一人带枪，都不敢靠近，只能俯着身子和吴大强周旋。这时候，蓝冰直接从人群里走出来，随后径直朝着吴大强走了过去。你要干嘛？别过来啊！你过来我就砍死你！蓝队，你小心啊！吴大强迎着蓝冰就砍了过去，然而蓝冰只是脑袋微微一偏就避开了攻击，随后顺势一个过肩摔，直接将吴大强摔倒在地。这支队来的神探，除了会破案，格斗技巧也这么强悍吗？很快，其他民警连忙冲过来，将吴大强按在地上，用手铐铐了起来。林轩看着巷子里有个监控探头，他一会儿必须将蓝冰英雄救自己的画面拷贝下来才行。蓝冰，你这功夫是哪里学的？林队，下次抓捕歹徒的事情，你以后不能参与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想你受伤。我知道了。破案这条路上没你不行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咱们这支组合可就得散了。下次遇到这种事情，咱们不要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这还是蓝冰第一回见到林轩笑，不得不说，他笑起来真的很清纯，让人有种初恋的感觉。很快回到三河镇派出所。叫什么名字？你们抓我，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再问一遍，叫什么名字？吴大强，年龄籍贯，还有常住地址。44岁，宁海市人，常住三河镇大坎村坡上小组26号。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我偷了东西。听到这句话，蓝冰和林轩表情变了。你偷什么东西了？铁路局的钢材。听到这个回答，蓝冰和林轩2人意识到情况不对。经过蓝冰的审讯，确认了吴大强并不是赵家河碎尸案的凶手。很快，办案民警将吴大强的另一名同伙，也就是铁路局的出纳员一并抓获。虽然破获了一起盗窃案，但案子的线索也直接断了。傍晚，林轩和蓝冰2人坐在村口的石头上吹着风。蓝冰，你说，要是我们1个月也无法破案的话，后果会怎么样？后果就是嫌疑犯依旧逍遥法外，而我们只要尽力就好。要是我有一双天眼就好了，这样我就能找到所有的罪犯，把他们都抓起来。有时候，即便你拥有了一双天眼，大多时候也无能为力。假如你有了一双天眼，你会用来干什么？我尽量不让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一般来说，案子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毫无头绪，那么想要破案，唯一的办法只有猜测。蓝冰干脆让自己的想法更大胆一些。有没有可能这个纹身并不是被害人的喜好，而是一种标记或者符号呢？比如说，主谋迫使手底下的女子做灰色技师，并且还要求他们所有人都要在臀部纹一个一样的图案，避免与其他同行因为抢生意发生矛盾。晚上，专案组就此事展开了讨论。咱们是不是可以去论坛、网络上发帖，寻求网友的帮助？这个提议好，立刻去做吧。好嘞。果然，没过2天，其中有一个匿名网友的回答引起了张小凡的注意。他声称03年的时候，曾经在沿海的建阳市洗浴按摩见过臀部上有蝴蝶和字母 B 纹身的女人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当时洗浴中心所有的技师身上都有这种蝴蝶纹身。实际上，这种所谓的洗浴按摩就是那种灰色的吧？这个网友还真可以，都被他见过了。所谓的灰色技师，就是可怜的失足女们。言下之意就是，该网友经常在建阳市做活动，并且见过大部分灰色技师身上这个蝴蝶和字母 B 的纹身。如果该网友说的是真的，那么这条线索将会十分的重要。建阳市距离宁海市大概有600多公里，那个地方鱼龙混杂，黑恶势力盘踞，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。如果说被害人真的是一名失足女，
那么这件案子的调查方向就得转移到建阳那边了。于是蓝冰继续让张小凡发帖，很快网友还说出了洗浴中心的地点，建阳市宝悦路的阿信大酒店，甚至在当地出现了所谓的暗号，晚上去看蝴蝶啊。他把被害人放床上做什么？应该是放床上进行2次侵犯，头部的血是侵犯过程中剧烈运动溢出来的。真变态！跟着蓝冰来破案，人人都是嫌疑犯。3天过后，案子有了新的进展。阿信酒店有一名女技师失踪了1个多月，而且身高、体型也比较符合被害人特征。这个失踪的女技师名叫王艳梅，今年27岁。蓝队比对结果出来了，确认被害人就是王艳梅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这次全靠你想出这个办法，要不然案子还真的无法突破。都是大家的功劳，我不过是提了个建议而已。通过走访得知王艳梅离婚后有个相好叫胡月清，蓝冰立即带专案组前往胡月清的老家调查。很快来到了胡月清的老家，来到院子里全是死鸡死鸭，发出阵阵恶臭，地上随处可见血迹，苍蝇蛆虫到处都是。大家小心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。蓝队有情况，一具脑袋被砍碎的女尸躺在地上，尸体腐败严重。眼前这一幕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蓝队这边也有。蓝冰连忙跑了过去。如果没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胡月清的母亲了。蓝冰随后带人上了2楼，一具男尸被人砍掉了4肢，躺在地上，脑袋被挂在屋子正中央的电灯上，嘴里还放着一封信。这具男尸如果没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胡月清本人了。小雨去把信拿下来。张小凡，你去吧，我不太舒服。小凡，你念出来给大家听吧。大概意思是我王艳梅被胡月清骗得离了婚，他说要和我在一起，结果才知道他有家室，并且把我卖到了老东家，继续做灰色技师，骗我感情又让我受尽凌辱，我要杀了他，他老婆还有他妈，不管谁看到这封信，就证明我复仇成功了。正在大家琢磨案子的时候，蓝冰就发现了端倪。怎么会有第5个人的脚印？怎么了，蓝冰？这血印的脚码大概在43码左右，而胡月清的脚码只有39，王艳梅还有另外2名女性脚码都在38以下，很明显，这里还有第5个人出现。难不成王艳梅还请了帮凶？根据死者身上的伤痕来看，基本上来自于同一凶器，因此动手者应该只有1人，并且这个第5人的脚印只出现在了这里，随后脚印的朝向就变了。会不会这第5人来拜访胡月清，刚好撞到了王艳梅杀人行凶，王艳梅将其当成了胡月清家人，一并追了出去？我猜测王艳梅最后被反杀，杀人者为了防止事迹败露，因此分尸抛尸。我立马安排人对这周围进行排查。办案民警在一处小树林发现了大量带血的衣物，并且还发现了那把镰刀。经过蓝冰勘查，确定这里就是王艳梅遇害的第1现场。根据现场情况来看，这个杀害王艳梅的凶手大概率不是胡月清的朋友或者亲人。没错，如果是胡月清的熟人，那么即便是他杀了王艳梅，那也是正当防卫。意思是凶手前往胡月清家中的目的不纯，对吧？我怀疑凶手是一名盗窃犯，借胡月清一家家境不错，遂入室偷窃，却没想到刚好撞见行凶后的王艳梅，如此阴差阳错，造成了现在的局面。我几乎可以确定，凶手就是方山镇的人。怎么说？我在被害人衣服上发现了一些煤岩石。煤岩石，这是干嘛的？煤岩石是制砖必须的原料之一，而政府为了发展经济、增加就业，在方山镇搞了个砖厂。意思是，嫌疑人不仅是方山镇人，还是砖厂的员工。不仅如此，凶手既然敢将尸体带回家分尸，那就证明他家里没有其他人，那就是独居单身汉。我马上安排人去大方镇砖厂拿人。砖厂单身汉，独居男性，鞋码43左右，并且大概率有盗窃前科，这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。很快，一名叫做孔庆成的男人成为了办案民警重点关注的对象。于是，蓝冰亲自带队前往孔庆成家中进行调查。这里会不会就是分尸现场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枕头上也有血。他把被害人放床上做什么？应该是放床上进行2次侵犯，头部的血是侵犯过程中剧烈运动溢出来的。真变态！蓝冰，我发现了这个。蓝冰听言立马走了过去。林轩在孔庆成家的柜子里找到了大量的黄色碟片。凶手应该可以确定了吧？这个柜子积满灰尘，但把手处却是干净的。嫌疑人这1-2天回来过一次，并且在柜子里拿过东西。也就是说，这家伙还没有走远。马上去对途经大方镇所有大巴进行调查，这是唯一离开本地的方式。果不其然，经过半天的调查，大巴车售票员吴某声称，昨天早上有一名符合特征的人上车买过票，目的地是北湖省，今天晚上8点到达。先联系北湖警方，提前在车站蹲守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北湖省汉武市便衣民警早已蹲守在车站附近，民警瞬间将目标锁定在了戴帽子的孔庆成身上，瞬间就冲上去将其制服。在铁证面前，他只能认栽了。林正山得知消息后，立马给林轩打去电话。林轩，晚上叫蓝冰回来吃饭，这下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，正好跟你俩好好聊一聊。好的，爸。蓝冰连续破了几起大案，身体确实有些疲惫，就答应了。他也正好回家跟林正山聊一聊和林轩离婚的事。蓝冰，我开车，咱们回家。好的，林队。
蓝冰，刹车好像不灵了。